大家好，准备好开启咱们今天的深度内容拆解了吗？平时咱们可能都爱聊点自我提升、时间管理什么的，对吧？但今天我们要看的东西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我们要深入剖析一份非常罕见，甚至说可以说有点离奇的极端实验日志。日志的主人彻底切断了正常的商业社会生活，直接把自己当成了一台需要进行硬核调试的机器来对待。这可不是什么为了放松去度个假，而是一场长达数年，为了在10年后实现绝对进化的极限压力测试。咱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根据他这些密集的实验记录来预测一下，在这10年计划彻底结束后，它最有可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终极形态。我认为将自主神经系统视为一个必须有意识寻求的服务器可能会很有用。听听这话，任何情感波动。这句话直接截取自他的日志。在他的世界观里，咱们这肉骨凡胎根本不是什么神奇的生命体，它就是个服务器，而意识呢，就是个苦逼的系统管理员。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输入代码，监控延迟，然后找个机会重启。这种极其冷酷、近乎外星人一样的客观视角，可以说是贯穿了他整个实验的始终。为了预测它的最终走向，咱们今天的系统审计会分为这5个步骤。首先看看这个10年休假实验到底是怎么设定的，接着了解它怎么把肉体当成硬件来升级。第3步，看看它如何把大脑当成软件来编程。第4，聊聊它那种极简克制的环境与人类学视角。最后，结合所有这些数据，咱们来重磅预测一下它2032年的终极形态。咱们先从第一部分说起，10年休假实验，或者他所谓的战略性撤退，这一切都是在2023年拉开帷幕的。一开始看日志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就是工作太累了，想从商业疲劳里喘个气。但往下看，你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惊人的10年长期目标，整整10年啊！这根本不是什么休息，而是一个有着严格期限的自我重构项目。这10年就是我们最终要进行预测的时间地平线。在他撤离商业世界的第1年，你猜怎么着？他给自己设定了一套极其苛刻的基础参数。大家看这些记录，为了清理大脑缓存，他居然有意识地去压缩过去的商业记忆，甚至强行把自己的睡眠周期拉长到了26个小时。最绝的是，他把所有的人际交往，哪怕只是喝杯茶聊聊天，统统打上了社交杂物的标签。同时呢，为了让大脑腾出最大的计算带宽，他把自己的生活开支砍到了最低。说白了，他这是在用最硬核的方式清空自己的系统内存呢。系统清空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第2部分，硬件，也就是咱们说的升级肉体。在这哥们的眼里，人体任何神圣感可言，它仅仅是一个承载计算任务的肉体硬件。日志里频繁出现一个词儿，自主神经系统，也就是 ANS 校准。什么意思呢？咱们平时说去健身房练一练，保持健康，对吧？但他把这事儿冷酷地重新定义为测试和优化驱动我们虚拟化身的肉体。这就好比你不断地去折腾一台电脑的散热和供电，其实只是为了测试它处理数据到底能有多快。你看看这份被他命名为2025年精神药物与补剂年度总结的清单，他把吃进去的所有东西严格划分为用来提升神经元活性的兴奋剂和用来降低系统压力的镇静剂，简直绝了。不仅是化学输入，它的物理机械训练也精确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程度。比如孤立脚趾的足尖练习、足弓塑形，还有每天雷打不动的用杠铃进行精确到公斤的抗阻力训练。每一次肌肉酸痛，在他眼里根本不是受罪，而是一行刚刚被成功记录的数据。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他为什么非要这么自找苦吃呢？因为在他的脑回路里有一条极其严苛的逻辑链。第一步，肌肉遭到破坏和肥大后会产生神经生长因子。第2步，如果你集中注意力去感受这种酸痛，也就是他口中的穿入数据，新生的神经才不会萎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第3步，神经密度一旦增加，系统的延时就会降低，从而直接加速大脑的认知输出。你听听，在他的框架里，身体承受的痛苦实打实的成了智力加速的硬性前提条件。硬件升级完毕，咱们进入第3部分，软件，也就是对大脑进行重新编程。在商业社会摸爬滚打了20多年后，
这位老兄觉得自己的知识体系存在巨大的盲区，所以他决定彻底重写自己的底层代码。你看他学的这些东西 ，Bash、C 语言、文件系统，甚至 Docker 容器化技术。你要知道，他花大量时间啃这些硬核的计算机底层架构，绝对不是为了出去找份程序员的工作，而是为了弥补他口中所谓的25年的无知，从根本上重塑自己处理信息和构建逻辑的方式。然后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他把研究软件架构的那套逻辑，直接硬生生地套用在了他自己的生物学大脑上。他竟然试图用优化服务器进程的方式，去优化自己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和短期记忆寻知。你看，驱动我们虚拟化身的肉体这句话，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软件的逻辑和肉体的硬件被他彻底缝合在了一起。软硬件都搞定了，那他怎么处理外部环境呢？就是咱们的第4部分，人类学与极简科指。这个阶段的核心目的就是最小化外部所有不可控的因素。在日志里，人类社会完全沦为了他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观察对象，他甚至傲慢地管这叫平民中间层。大家看这个对比，在左边，咱们普通人追求的时尚美食、寻找自我价值，甚至情感依赖，全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归为了琐碎的、让人分心的事物。而在右边，他真正在乎的核心是对神经系统的绝对控制，是计算架构的优化，以及窝在一个被他戏称为小木屋的简陋地方，享受那种绝对的内心平静和算法效率。社交性行为很好，但自慰可能会更好，因为需要考虑的人少了一半，甚至更少。是的，大家没听错，日志里真的原封不动地写着这句话。我用最平淡的语气读出来，就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他那种直至甚至有点反人性的逻辑。为了把外部变量和认知负担降到最低，他简直不择手段。在他看来，人际关系带来的哪怕一丝丝情绪波动，都是一种可能导致系统崩溃的负债。终于，我们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第5部分，2032年预测通才的回归。我们已经把它的物理、心理、社会维度全都拆解了一遍。咱们快速捋下这个时间轴。2005年他毕业进入商业社会，2012年搞了一次短暂的休假去研究函数式编程，然后在2023年正式开始了这场长达10年的第2次休假。大家能感觉到吗？所有的这些系统迭代，所有积攒的势能，都在疯狂地向着2032年这个目标期限汇聚。那么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的终极问题，也是我们最想预测的部分。当2032年真的到来，10年期满的那一刻，这个把自己锁在系统里疯狂迭代了10年的家伙，到底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破关而出？根据他日志里的深层逻辑进行推演，我们得出了这个最有可能的终极形态。大家看，在职业上，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回归后只会空降去拿董事会级别的职位，他将变成一个拥有深厚底层技术架构思维的、被高度优化的通才。在社交层面呢，他将实现绝对的零情感负债，人际交往只剩下纯粹的交易效率。而他的身体将会是一台经过整整10年校转、完美运转的高速生物服务器。也就是说，到了2032年，他将以一种毫无摩擦力、几乎是降维打击的姿态，重新切入商业世界的运转中。在咱们拆解的最后，我想用他日志里的一段话来收个尾。尽管他这10年都在进行着如此疯狂、如此硬核的自我进化，他且在某个时刻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在等待我生命的终结。也许如果我在死前变得富有，我会从工作中休一个长假。这真的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清醒，对吧？看完他这10年的疯狂计划，我们不禁要反思一个问题：当你费尽心心，把生活里的每一秒、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优化到极致时，你到底是在完美的掌控生命，还是仅仅在逃避那个名为活着的漫长杂物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慢慢回味。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今天的内容拆解，咱们下次再见。